好，我是阿力。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聊以下三个方面的话题啊。那么第一就是特斯拉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啊，他们公司从去年二季度到现在都没有卖出过一个比特币啊。那么这是典型的钻石手。那么第二呢，就是马斯克天天喊着要收购推特的这个背后啊，到底有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今天来摆扯摆扯。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前几天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狗狗币的这个超级大利好，也就是狗狗币的这个无线电转账的这个功能啊。那么这个功能我们今天深入的讲一下，因为后台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没太听明白，它到底用的什么技术啊？为什么伊隆马斯克不去提这件事情？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希望你能够先订阅再观看啊，因为每次当我坐到这里录制视频的时候啊，都是将我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加密货币有关比特币有关狗狗币这种思考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大家。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话题特斯拉一个比特币都没有卖出。那么在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特斯拉第一季度的财报中显示，特斯拉持有的比特币的价值呢，连续第二个季度保持在12.6亿美元，没有变化。那么在第一季度和去年的第四季度特斯拉没有买卖任何的比特币，也没有记录显示其持有的比特币的价值的任何增值或者减值，因为比特币的价格从第一季度末到去年的第四季度基本上是持平的。去年的第三季度特斯拉也没有增加或者减少其比特币的持有量，但是呢，被要求报告5100万美元的这个减值以反映这个加密货币价格的下跌那么这一部分呢，是针对去年第三季度它相对前面的这些季度或者是第四季度这个比特币价格的下降而导致的纸面上的这个比特币的贬值那么根据数字资产的这个报税或者这个会计的规则，那么如果资产价格在一个季度内下跌，公司必须要报告减值。但是呢，价格上涨，除非你卖出了否则呢是不需要在资产的负债表上报告为收益。那么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是去年的2月份宣布以购买价值15亿美元的比特币。那么在第一季度晚些的时候该公司呢将这个比特币的头寸削减了10%，这一销售使该季度的收益增加了2.72亿美元。那么特斯拉在第二季度没有卖出任何的比特币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在去年的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以及今年的第一季度都没有卖出任何的比特币。今天刚刚出来的这个第一季度的财报呢是非常的好看以至于伊隆马斯克非常骄傲的炫耀说没有花1分钱的广告费，特斯拉拥有1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特斯拉公司拥有的比特币有没有被卖出既然没有卖出呢，就表示呢这家公司乃至马斯克本人对比特币的态度呢都是没有变化的。那么这个公司以及马斯克本人对比特币的态度是牵动着整个市场的这个脉搏的没有卖出就意味着比特币的基本面呢仍然被看好。那么我们再结合其他公司的表现比如这个微策略的继续加仓，甚至将手里面的这个比特币质押贷款去加仓，有这些大公司大机构拖着底呢，很多人还高喊着这个比特币跌到2万美元，那到底会不会实现呢？我个人认为是很难非常的难。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节目的第二部分马斯克收购推特背后的一些逻辑到底有没有一些秘密其实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呢还是这个狗狗币会不会因为马斯克去收购推特而上涨。那么讲完这些逻辑之后我觉得呢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我在这个狗狗币是马斯克的亲生儿子那一期视频聊到过马斯克收购推特公司对狗狗币的利好，当时呢我只是从价格的方面着手。那么我们今天从整个加密行业来说起，然后呢再试着分析整件事情对狗狗币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好。那么在上周四晚上，马斯克承认他不确定对这个推特的收购是否会成功那么今年的这个2022年在温哥华举行的这个 TED 这个会议上马斯克参加采访，他补充说如果他对推特的收购被拒绝，那么他会有一个 B 计划，但是呢他没有透露出来这个 B 计划到底是什么有很多美股的分析师分析从马斯克出价来推算，如果收购成功的话，推特的股价将上涨16%，那么一旦失败，收购无法完成的话，那么股价会下跌20%以上。推特的创始人兼这个前任的 CEO Jack Dorsey 周日的时候抨击了这个推特公司董事会那么尽管呢这些董事会的高管们就是面对着四面楚歌就是是否接受亿万富翁
伊隆马斯克对以出价430亿美元啊收购社交平台这个推特的这个提议啊，陷入了这个激烈的争论当中。这 Jack Dorsey 在回应一个推特的时候啊，批评了董事会啊。那一位用户打趣说啊，这在推特公司早期创业开始的时候就陷入了阴谋和政变的这个泥潭。Jack Dorsey 说啊，这一直都是公司的这个功能性的障碍。那么在另外一条推文中啊，Jack Dorsey 他引用了风险投资家 Fred Destin 的话说啊，他赞扬了这个硅谷的谚语，就是好的董事会不会创造好的公司，但是坏的董事会啊，每次都会扼杀一家公司啊。由此可见 ，Jack Dorsey 啊早就对这个推特的董事会啊高管有所不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视频主要是关注加密货币本身。那么我们接着来聊一下这个 Musk 在 TED 采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啊？那么他在采访中说啊，如果他能将推特私有化啊，将会公开推特的代码以及算法，任何人都有权查看并提出疑问。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为了挣钱或者是经济利益，主要呢是为了言论自由。那么他将瞄准加密货币诈骗和这个机器人的大军。那么这些东西让推特的变得更加的糟糕。马斯克告诉这个 TED 的主持人这个安德森啊，他说加密货币诈骗和机器人大军啊，让推特变得更加的糟糕啊。如果说每一个加密这个货币骗局的都能对应给他一个狗狗币的话，那么他将拥有1000亿个狗狗币。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表达推特上面的这个骗局的数量级啊是极其的庞大。那么当被问及马斯克是否对去年的时候引发了一场关于狗狗币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风暴啊，但是后来又消失，是否感到后悔啊？马斯克回答说，他仍然喜欢狗和这个表情包啊。那么狗狗币呢，两者都是具备的。他原话说啊，他喜欢狗和这个 meme 啊，狗狗币是两者兼备的，所以说他还是喜欢狗狗币。那么在这里，我个人认为啊，马斯克在推进狗狗币基金会的这个大棋局的时候啊，可能发现了推特的一些优势，或者是说发现了很多阻碍狗狗币发展的因素，主要存在于推特之上。正如他前面所提到的，加密货币骗局和机器人大军，那么我们大家都发现过或者都碰到过一个不管多么垃圾的代币出现，只要在推特上了热搜都会有人会跟着 FOMO 买进。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不仅坑了很多投资人，那么也给正常的加密货币的市场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阻碍，甚至呢会给监管部门带来一种这个错觉，就是说加密货币是不是都是骗局这种错觉。所以呢，综上所述我的个人观点呢是支持伊隆马斯克私有化推特让我们这个言论自由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在不触及法律框架的范围内呢，让每一个声音都能发得出来。当然了，如果推特私有化之后狗狗币能够成为付费的手段和打赏的这个手段呢，将极大的利好狗狗币，那么狗狗币的价格呢也会随着水涨船高。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聊一下这个节目的第3部分，也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狗狗币的无限支付。那么用广播信号的方式进行转账支付有朋友要求展开一下，到底是什么技术呢？为什么马斯克从来就连提都不提一提呢？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基金会网站上出现的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指出来将狗狗币开发出来使用星链的技术用无线电来支付，是为了全球目前仍然有17亿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那么这一部分人他们很大一部分人呢，是不得不依赖一些不道德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威胁到他们的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些人呢，或者是系统来支付他们的一些生产的一些产品、农产品或者什么东西来换取生存所需的商品或者服务。那么狗狗币基金会的使命呢，就是要将狗狗币成为全球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这种，成为一种技术手段，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手段。那么接口狗狗币这个它的口号每天只做善事的这种口号，那么很明显就是在很多贫困的地区或者是没有网络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支付会被扒一层皮的这种状况之下，那么如果使用狗狗币进行支付也就是让这些人能够有一种财务自主权，那么再加上给狗狗币进行一种推广，那么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那么目前他们这种技术呢是用的 Giga Wallet 这个项目它是基于互联网的商务提供免费的嵌入式的这个解决方案，
并通过与狗狗币网络的标准化非托管钱包集成来支付小费或者是费用商品或者服务。但是呢，这个 Radio Doge 它专注于使用廉价且可靠的无线电技术。那么这种无线电技术呢，就是 HF 然后这个 LoRaWAN 与全球的这个 Starlink 卫星网络，也就是马斯克的这个公司的一个产品那么使传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无法覆盖的地区这些人能够廉价部署大规模的使用狗狗币。那么通过提供这个项目，让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创建一个非托管的狗狗币钱包让用狗狗币交易商品和服务。那么狗狗币基金会的目标呢，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狗狗币对世界各地人类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这种潜力那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么目前这个支付的功能呢，还处于初级阶段他们在本周呢计划测试第一个无线电转账2个离线钱包相距150英里希望很快能看到他们这个测试的结果我认为这也是马斯克没有提到这个技术的一个原因一旦测试成功了，可行性增强了，那么马斯克可能才会提到这件事情。在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我公布一下这个我会员群的一些这个服务内容那么大家可能在我的油管上都看到了，我持续不断的在社区发帖子。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阿里的这个会员群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服务呢？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关注，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